挫败萧丹王后，我们既已得最大利益，为何还要与他合作？朝堂风云瞬息万变，长公主近期的一切举动，无非是想夺回朝堂上的主动。我们也要万全的应对。那邓毅，说到邓毅，梁强复兴家族的心思都快写到脸上了。长公主如今成立了拱卫署，搞得楚都鸡犬不宁。众大人为了自保，反而将邓毅在朝堂上一家独大，这都是长公主不能接受的。我这病一时好不了，朝堂上的事自然交给长公主跟邓毅定夺。是。公子，你喝点清酒汤吧。九弟最近如何了？到哪儿了？一路可还平安？公子放心，该打点的都打点了，该通知的也都通知了。快吃吧，来，拿着路上去。将军，这糕点再金贵，也是给人吃，不是给人看的。您再这么瞧上几日，怕不是要坏了。哎，姑爷，将军，活捉一个！谁派你来的？哼！我没有什么耐心。什么杀？去给收拾一下。是。当年魏家村大火后，咱们的人晚到一步，在火场废墟里就找到这么个破东西。哪位世子还留了这么多年？上次谢延来在船上，一提到魏家村，便慌了心神，可见这就是他的软肋。若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那个叫做阿响的孩子，说不定就可以拿捏住这位新上任的魏将军。属下愚钝，只是这谢延来真的会在意这种危险吗？他会的，毕竟现在的谢延来比之前更像个人了。人就会被一些心软的东西绑住手脚。谢大人奉诏求见，让他进来吧。殿下当心，可别站错了朱砂。三公子病好些了，坐。老毛病了，换季的时候总要闹上几日。
不过近日朝堂风波不断，臣却缠绵病榻，不能助长公主一二，特来请罪。三公子何罪之有？臣不助殿下，实则是为殿下着想。殿下若靠谢氏压制邓毅，那在群臣眼中，仍然是依附他人的傀儡。那之前靠自己得来的所有功绩，先帝托付，大战朔漠，勇退萧南王，这些将都不属于你。可若殿下独自收服朝臣，那么便能成为无人质疑的听政论政的长公主，便能成为除太傅和我谢氏之外，朝堂之上真正的第三方势力。三公子当真乐见其成？我一直相信，殿下得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应得的。那若是我败了呢？那到时殿下自然会想起，谢某还在。话说完，便告辞了，省得将病期过给殿下。三公子安心养病，本宫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从来都相信殿下。谢谢。我只是把真相告诉百姓。这件事情来得蹊跷，必是有人暗中安排。都是我的错。若他没有吃我给的药，阿昭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也应该恨我。我确实恨过你，但我清楚，你不过是我给胸中累寻的一个出口。因为我是那么的没用，无人可以苛责，无人可以怪罪。毕竟，这是我阿爹个人的选择。他选择以一个主帅的身份死在战场，并且再次战胜朔漠王这个宿敌，而且还有我与他并肩作战。阿爹最后的时刻过得畅快淋漓，此生无憾。其实我没有资格怪罪你，反倒我还应该谢谢你。这是将军口述，命我代笔，助我亲政。
阿昭，见自如。昨夜梦回见你时，仍是少年策马离家的模样。为父伸手一挽，却只得横杀一把。方知这19年的铁甲寒刃，早已逝尽为人父的资格。那年你含泪诘问，为何困女与大漠荒烟？为父知道你少年任性，却不知你向往的曾不是楚都锦绣，而是归家时檐下那盏未熄的灯。闻听楚都贵女多娇矜，我儿独处期间，不知受过多少冷眼。每思即死，无奈俱焚。19载春秋，为陪你寒窗雪暮，为教你诗书礼乐，愧疚悔疚。若得重来，不必再当英雄的女儿，只做阿爹的阿昭，可好？将军，我去向军医。雪安呐，为父半生戎马，不负天律，为父娶女，君唯求一句原谅。纵然明日马革裹尸，也能效父黄泉。阿昭，逝水难追，我回头向前走，楚陵绝壁。别这样。阿娇，你说他这些话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如果他早点告诉我，至少我还有弥补遗憾的时间，还有我阿娘，我真正想对她说的话，她永远也听不到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阿爹临终前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是说战争太苦了，究竟何时才能停歇？我阿爹用性命换来这场战争的胜利，但若是战争永无止息，他们的牺牲又有何意义？有朝一日，
我定要让大楚永远不再以鲜血浇灌和平。我要让这片土地上的孩子永远不再因为战争失去爹娘。又在做什么圣人梦呢？你护得住满城百姓，护得住自己吗？重活一世又如何？不还是眼睁睁看着阿爹死不瞑目，娘亲粉身碎骨？但阿爹和阿娘都没有后悔他们的选择，自欺欺人罢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仇人可都还活得好好的，不仅仅是萧雪，还有害死你爹娘的朔漠。我若是你，现在就起兵攻打朔漠，叫他们血债血偿。不，可边军已经牺牲了太多，那又如何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流再多血又与你何干？你现在手握兵权，只要你下令，他们便必须服从，为你冲锋陷阵。你难道不想替你爹娘杀了朔漠王吗？心软无用，杀戮才是永恒的。这池子该清理了。哟，这只鸡肥呀！看看这个，都给我呀！楚娘子，楚娘子，楚娘子，难得楚娘子这么早出来逛，想买什么尽管来我家挑啊。那您慢慢逛，有空来啊。嗯。又甜又脆的梨了。哎，楚娘子，楚娘子，楚娘子，我们家的梨啊，才摘的，您尝尝新鲜。不了，您还是留着自己卖吧。今年的果树收成好，您就当沾沾喜气儿。这当年楚将军在的时候，也还是我家的梨。您快拿着吧。给我吧。好嘞，那楚娘子，我先卖梨了啊。这个东西还可以用来抓老鼠。是吗？开档来，炊饼，炊饼卖炊饼嘞！哎呀，自家卖钱的炊饼，不够填你的肚子的，真是个饿死鬼托生的！你看我不打你！站住！又出去打架了？输了。赢了！我一个人打3个，全被我打趴下了。
赢了一身伤，好得意啊！是他们先笑话我没娘亲的。所以你就用拳头叫他们闭嘴。我当初为什么追约你习武啊？为了揍人。为了护着该护的人，拳头该对准的是恶人，而不是跟你一般大的毛孩子，更不是自己人。想什么呢？在想我阿爹曾经说过的话。你看，我阿爹用性命守护的，从来都不是这冷冰冰的城墙，而是这些笑着、活着、常冒着的人间烟火。虽然看似平凡，又琐碎的仿佛不值一提，但在每个人的心中，却也异常珍贵。我不求什么山河无恙的宏远，我只要云中郡的炊烟能够日日升起，只要母亲还能站在家门口，等待贪玩的孩子回家吃饭。他们最坏的，不过是操心明日米价又涨了几分，这就够了。我们每日庸庸碌碌地随太阳东升西落，殊不知，这也是无数人常跪求告神明而不得的人生。还有果农眼中的驴，应该也比去年甜一些吧？是不是？阿九，请你替我父亲守好云中郡，成为继楚灵之后大楚最锋利的那把剑。不会的。长公主，朔漠有所异动，有支朔漠小队在边境有所试探。现在情况如何？朔漠先锋军突袭中堡，左翼军已经布防围剿了。殿下尽可放心，此战可趁机分兵袭击赤那部大军所在。不对，这事后能探明赤那部的主力动向。上次大战，朔漠王主力后撤了至少80里。他们的王牌军至今还驻扎在鹰嘴崖附近，短短2日，赤那部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所以这次突袭肯定是个圈套。左翼军岂不危矣？何止危矣？若此战真是圈套，那怕是要全军覆没。必须把这场大战遏制在萌芽状态。可供调动的只够1路，若分兵救援，正面防线势必空虚啊！那就借兵。借兵？仓木寨。上次在仓木林打赢铁鹰，靠的就是他们对山林作战十分熟悉，比边军更有优势。我们若能借力配合边军行动，此战必胜。可是这仓木寨，父亲刚亡国，军心民心皆不可动摇。此战若败，朔漠必大举进攻。中蜀，我们没有退路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放心，
此战，我定拼死取胜。谢燕来听令。末将在。去了，别死。这不是军令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末将遵命。断肠口是残烧。 心一照，偏要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走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 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寒一烧，烛火燎。出发！因故人秋老，也不想深敢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煎熬。浮游于怒沧海，不问今朝。 不问结局，我已心我道。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 保佑阿娘的病快点好起来。这就是我的决定。仇恨是最坚韧的力量，但你与平安已相识4年，你狠得下这个心吗？都背负这么久了，这4年不值一提。从今以后，我自己做主。 兄长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嗯。畅快。喜儿是酒量见长啊。那还不是跟兄长学的。一个人在外面可别这么喝。兄长放心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，快坐快坐。这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今日特地给你选了桂花酒，不错吧？ 还是跟着你有口福啊！那是当然。
听说你去面圣，圣上却不肯见你。贤儿，你常跟在圣上身边，在你看来，圣上为何不见我？要么是你做错了事，犯了圣上忌讳，要么就是圣上对你所求之事了然于心，却不想理会。若是后者，就算是你让我去游说，也是徒劳。跟我猜的差不多。你去面圣，所谓何事？本来是想求圣上允我冲查一桩旧案。什么案子？吴将军，李宗旭的确是金元之战时阻碍颜良运往边境之人。5年前，他为了一己私欲，可以葬送百姓与将士的性命。5年后的今天，他又为了一己私念，利用夜宴，陷害袁绍成，真乃我朝之耻。不过，你在城外抓的私盐犯，与他无关。如果这盐不是从他手中流出，那就更糟糕了。此事恐怕与苍司使龚绍脱不了干系。龚绍、徐清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东桥盐仓看一看。兄长没有凭证，最好不要与龚绍正面起冲突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放心吧，你兄长自有打算。平安回来了啊！平安，姑母在做糊饼啊！对呀对呀，你忘了，再有几日可不就是8月15了吗？我想着做点糊饼，一半卖了，另外一半对付你们几个小馋猫。等着啊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快尝尝我做的糊饼的味道怎么样？啊！哎呦，我说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快尝尝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，对了，霓裳，你去扬州的日子定了没有啊？不急，8月15月圆人团圆，我怎么着也得陪大家吃完团圆饭再走。你赶我啊？不敢不敢，谁敢赶你呀？姑母，这包子是蟹黄馅的，咱们家还要买得起蟹黄做包子呢。哎呀，这包子呀是老鬼拿来的。哦，这老鬼虽然是二娘的同门师兄，但怎么在我看来，好像不只是同门之情啊。你这张嘴啊，就是会说，这满桌的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喂你啊，这糊饼啊，可就你一个人没吃。来来来，尝尝。太大了，哎呀，你尝尝，吃。姑母和霓裳有都有去处了，等老了，看来只能咱俩凑一屋，将就凑合一下吧。谁愿意跟你凑一屋啊？你跟我睡觉老是翻身，跟摊煎饼似的，一翻我就醒。你给我修那个香囊，我还带不带得了呀？你别老问嘛，快修好了。我先看看。哎呀，过2天就给你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啊？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怎么办的？都糊了！哎呀，小心点啊！这回可真成糊饼啊！平安，我已经进了七喜花铺，明日我就去海府。若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。殿西，小心点。
你看看，这是远山黛色、银果翠绿和秋夕枫红，你拿好。这边走。哎，真好看，燕儿小姐一定喜欢。那老翁一看就是平民，这也进得了海府？嗨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我们郎主心善，常有一些受了欺负的人，求爷爷告奶奶的来找我们郎主帮忙。这些我都点完了，你回去吧。好。郎主，有好消息，按你之前的吩咐，在通泉县要找的人，找到了。过来吧。拜见官爷。你知道什么，都如实说来。说得好有赏，但若敢妄言，你可知后果如何？这，小人也不敢确定，那个叶心怡是不是当年我们通泉县那个小女孩？只是听管家形容这个女子会什么引人入眠之术，小人这才感觉是同一个人。这个小女孩叫什么？这个小女孩姓顾，叫顾青。有一回啊，我家孙子回来跟我说，顾青那丫头拿了个小东西，这么一晃悠，她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啊，她脸上被画了个乱七八糟。我问她，她说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哼，这有可能是孩童的玩笑之词，不可全信。不光我孙子看到，我也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支支吾吾的，分明是在胡言乱语。来人！官爷，我本来带进棺材都不想说呀，这事儿太邪门了。那天，那时候啊，顾青这丫头还小，那些女子就是她引进废宅的。那宅子后来被御史，不是，被那个谁放火烧了，里面的人全死了，吓人呐！从那之后，顾青一家子就消失了。官爷，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乎啊？你讲得很精彩，去找管家领赏吧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官爷，为何让我按那日所说，一字不漏再讲一遍呢？这回你信我说的了？我可是亲眼看见顾青那丫头引女子入眠的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小人告退了啊。郎主，近几日监视叶平安时，我看到有个女子和叶平安往来密切，他们竟想通过送颜料的方式混入府里。干得好！既然他想进府，明日让他把颜料送过来，我就还他一份大礼。请放心，我欲将徐晴调离圣都，他们无法查下去。对于叶平安，你打算怎么做呢？度量、李宗旭之所以会输给叶平安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找到叶平安真正的弱点，而我找到了。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敌人，而是朝夕相处的朋友。
猜猜我今日在海府探听到什么？探听到什么？兴致这么高？也没什么要紧的，想来是海一平发现了我在偷听，故意找了个骗子，在我面前演了一场戏。那骗子说自己是通泉县人，还说他认识你。他说在10几年前，看见你用入眠之术将一名女子带进了废宅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分明是胡编乱造嘛！而且你明明姓叶，他却编了个顾青的名字。平安，我怕他败坏你的名声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。我的原名不可以。平安，的确叫顾青。你方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们，一直在骗你们。我告诉你们的经历也是假的。不，也不全是假的。我遇到的第一个御史案幸存者叫阮琴，那个蝴蝶吊坠就是他的，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跳崖自尽了。当年度梁和郑源看我年幼哄骗我，让我用入眠之术陆续将3名女子带入了废宅。那时我只是个孩子，没有人会对我抱有戒心。顾母，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你点着凝神香，却仍夜夜难眠。说什么跟我们一样痛苦，说什么患难与共，哼，都不是。你只是为了赎罪罢了。当你一发现我们这些幸存者，就拼命抓住这个唯一能让你赎罪的机会。是。我太了解你了，这些年你日日被愧疚折磨，所以你想尽办法弥补过去的一切，良心才能获得片刻安宁。你心机重重，你利用我们不过是做你赎罪的利刃。是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你，有些女孩子就不用死，她们可以和家人安度余生。如果不是你，陆良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诱拐更多人。你听过那些女孩子被烧死时的惨叫声吗？叶平安，你是个罪人。南希，不要！你巴不得死掉是吧？你觉得死了就能抹平所有罪孽，就能逃脱所有的折磨？可惜，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解脱。一直以来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你做什么我从不质疑，你说什么我第一个去执行。我们几个什么都听你的，好像没有你，我们就报不了仇。可我们都错了，没有你，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
报御史案之仇。叶平安，从今以后，我陆丹心不会再听你，你我之间再没有半分朋友之意。丹心。你还记得我们初见面时，我都说过些什么吗？我说，万莫让我失望。你确实有本事，我很欣赏。所以郑然死后，我也愿意追随，为你所用。我本以为我们历经种种，早已成为姐妹，可没想到，你连自己人也骗。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圣都是我的伤心地，一刻也不想多留。平安，平安，我曾怕你会有今日之劫，更怕前尘化恶果，旧日情谊成为扎向彼此的一把刀。